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是马来西亚知识型科普频道。那在2024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有很多人相信你啊，也是有参与讨论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有很多马来西亚人的注意力呢都放到了同一件事件上面，有很多人呢就不停的这个 comment 啊、react 啦、share 啦，一度呢造成了这个洗版的现象。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一个 Public Health Malaysia 这个坐拥了100万 followers 的 Facebook page 呢，就在7月17号的下午出了一个 post， 就表示啊，酒精饮品的这个牌子呢不应该出现在学校的范围内啊，就是台哥事件了哈。那这一番言论呢，就迅速的把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呢分割成了对立的阵营，除了不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呢，更有各种呢互相指责啊、谩骂啊等等的这一个情况出现，很快就让这个课题失去了好好讨论的空间。其实呢，要趁热度的话呢，我们荧光笔呢应该要在那个时候的啦出片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决定了先把事情放在一边哦，等大家稍微冷静一点点呢，再回过头来一起去讨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好奇过啊，为什么啤酒跟华小这两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拉郎的东西呢，会出现在一起呢？那为什么华小会需要靠啤酒赞助的演出来筹款呢？那如果你不懂的话呢，那就赶快跟上，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泰戈义演的前世今生。Let's go！漂洋过海来的啤酒。那欧洲各国的实力呢，自从在16世纪开始呢，就迅速发展嘛。那他们呢，也因此呢，随着这个香料贸易呢，来到了这一片海域，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这里啦。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为了要争夺我们的马六甲海峡这一个号称为海上十字路口的控制权，就争先恐后的在东南亚各国呢建立自己的据点，以进行军事和商业活动。那随着欧洲人不远万里呢，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除了他们的科技还有工业呢，更有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其中呢就包括了酿酒厂和啤酒啦。1932年呢，想要在东南亚开设酿酒厂的荷兰啤酒牌子 Heineken 就遇上了想进军饮食界的这个 FNN， 双方呢就一拍即合啊，决定合资在新加坡成立马来亚酿酒公司，并推出了 Tiger Beer。隔年呢，来自比利时的这个群岛酿酒公司呢，也来到了新加坡设立了酿酒厂，并开始生产了这个 Angkor Beer。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这两款啤酒呢都大受本地人的欢迎哦。除了是迅速的抢占了马来亚半岛的这个市场，更是同时出口到东南亚、香港、印度等地方。然而呢，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马来亚酿酒公司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指示之下，在1941年吞并了群岛酿酒公司，这也造就了日后马来亚酿酒公司垄断的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呢，在国父敦固阿卜杜拉曼的这个争取之下呢，马来亚酿酒公司在1957年就决定开设马来亚分公司，并在松埃伯西呢设立这个厂房。那虽然呢，接下来就发生了马来西亚成立还有新加坡独立的重大事件，却也没有阻止到第一批的这个 Made in Malaysia 的啤酒呢，在1965年开始销售。而马来西亚政府的这种开放的态度呢，很快的就吸引了其他外国的厂商呢来申请 permit， 并在最终呢由爱尔兰黑啤牌子，也就是 Guinness， 还有丹麦啤酒牌子 Carlsberg 成功获得了政府的批准，在马来西亚设立厂房。而他们的加入呢，也正是让马来西亚啤酒市场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年代。在那个酒精管制呢相对宽松的年代啊，酒精饮料不但可以打广告有的时候呢还会以这个健康饮品的方式出现在报章广告上的，甚至呢还曾经出现马来文还有甲维文的广告哦。那除此之外呢，马来西亚政府对于酒精饮料的这个销售控制呢，一直到1980年代呢，都还是以比较宽松的方式去管理的。所以呢，你可以在快餐店呢买到啤酒。好，讲完啤酒，讲华小，那些藏在报告书里的细节。OK， 那华小呢，又是怎样跟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啤酒扯上关系的呢？那为什么我们的华小啊需要靠啤酒厂的义演来筹款呢？这就需要从华小的诞生说起了。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OK， 不要打瞌睡啊，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啊，好好的听我们讲哦。话说呢，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呢，马来亚半岛多数的学校呢，都因为日军的占用而被逼停课。即便是日军投降撤走之后呢，也因为校舍受到严重的破坏而没有办法复课。马来西亚各地的这一个办学的情况呢，就只有在英殖民政府的归来才开始慢慢的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呢，曾经跟英国军队合作的这个马来亚共产党，在战后呢就开始和英殖民政府对抗，除了各种罢工啊、罢课啊，更在后来演变成了全面的游击战。
这让英殖民政府还有马来亚华人的关系呢就陷入了紧张。那为了要更好的管理在地的华人、华文教育等等的课题，英殖民政府呢先是设立了新春的这个制度，更在1951年发布了巴恩报告书，强调塑造共同国民意识以及统一的教育制度，建议呢透过建立新的以官方语言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来取代现有的华文学校还有淡米尔文学校。那这一份报告书呢，很快的就在华社掀起了这个千层浪啊，严重的这个危机感呢，促使了华社空前的团结，就催生了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听过的3大机构，也就是教总、董总和马华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他们呢就打算为这个华文教育呢争取更多的权益。马来亚华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呢，最后呢成功的逼使了英殖民政府妥协，只好委任新的这个委员会，以深入理解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并在最后呢发布了这一个分无报告书，其中呢就阐明了马来亚华文教育制度对于马来亚的这个重要性。1955年，马来亚举行了第一次的这个大选，胜选的这个 Abdul Razak 就被委任为马来亚第1任教育部长，他就整合了巴恩报告书还有分无报告书的内容，并发布了拉萨报告书。虽然呢报告书内承认了多元流学校的重要性，但是呢也同时定下了马来亚教育政策的这个最终目标，那就是一种源流、一种语言。1960年，接过教育部长大位的 Abdul Rahman Talib 呢，也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拉曼达利报告书，并列明了实现拉萨报告书中的最终目标的各种措施。隔年，马来亚政府呢就以这一份报告书的内容制定了1961年教育法令 Akta Pelajaran 1961，并进一步的区分国民学校 Sekolah Kebangsaan 还有国民型学校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的待遇，正式开启了国民型学校的漫长的挣扎之路。题外话，也就是因为呢这个教育法令的关系啊，政府不再资助以母语作为教育语言的中学，这也就是独中的起源啦。那碍于篇幅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如果呢有观众希望我们做这一集好好的聊聊这个课题的话呢，记得留言敲完。无论如何，刚刚呢都有跟大家提过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报告书，这些都是关键字。如果呢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鼓励大家自主学习，自己延伸阅读，把这一些关键字输入出去，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啦。一切都是钱钱的事。在现有的这个教育法令的框架之下呢，大部分的华小都是所谓的政府资助学校，也就是说呢，华小啊每一年将获得一定数额的水电费津贴、校舍建筑维修津贴等等。但是呢，只要稍微关心华社发展的观众朋友呢，或多或少都会看过这一些新闻：华小、华中特别拨款6500万，11月初可发放；办津贴华小获5000万特别拨款，共2000万供申请全津贴华小或特别拨款。教育部特别拨款，华小获得2919万令吉。沙登林华小获首相署50万特别拨款，不知道有没有眼尖的观众朋友发现啊？为什么这些拨款都叫特别拨款呢？难道这些拨款都是政府 extra 给华小的？可是政府给政府资助学校的钱来运作，不是应该的吗？还是说华小、淡小等政府资助学校的款项是没有编列在政府正常的这个预算里面的呢？所以它才叫做特别拨款。那这呢，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稿件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疑惑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跟这方面比较熟悉的观众朋友可以留言跟我们科普一下哦，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华小的拨款是怎么运作的呢？而我们呢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啊，虽然马来西亚在这几年当中呢已经是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政党轮替，但是呢针对华小的这个制度化拨款的进程啊仍然是非常的缓慢，所以呢就很多人不满啦，认为呢根本应该要积极为华社争取这个权益的华裔政治人物，你们是不是只是热衷在华小津贴发放下来之后再去向这个华社邀功，却没有看到他们能够怎样的去让华小的津贴课题能够有更实质的进展？到底事实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在其位的人有什么没有办法拆解的局是我们一般民众不知道的呢？我们真的希望呢跟这个课题相关的人士或者是了解状况的朋友呢，真的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角度和资料，我们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交流科普补充信息。话说回来，情况就是呢，教育部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都是马来西亚收到最多 budget 的部门。可是啊，根据教总的这个资料显示，
政府每年拨给华小的款项一直都是一直多一直少，一直多一直少，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这样啊，喜欢就下大雨，喜欢就艳阳高照啊，简直就是喜怒无常，捉摸不透。所以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华小的董事长，你一边呢要掏钱去偿还这一些很高的这个水电费啊、修理费，一边呢却又不知道今年的拨款到底有没有着落，你会不会觉得头皮发痒呢？头发还在不在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呼吁大家呢，在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可以尝试跟华小的董事们换位思考一下，他们的处境到底是如何。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可能都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选择了接受这个酿酒厂所赞助的义演，无非就是为了要维持学校运作的开销。当然呢，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到底是谁先找上谁，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呢，自从19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由 Tiger 啤酒冠名赞助的这个华教义演，以及由 Carlsberg 啤酒赞助的10大义演，已经开始轮番在全国各地的华小进行筹款的演出。根据了解呢，这些由酿酒厂所赞助的义演呢，都不涉及这个酿酒厂直接捐助金钱给这一些主办义演的华小的。根据我曾经参与过其中一届，没有错的话呢，就是这个啤酒厂呢就会提供所有的经费给这一些表演者啊、主持人啊所有的支出，然后呢这个演出呢现场呢所筹到的钱呢全部都会给到这个学校。这个是我的理解啦，对不对？酿酒厂呢，只是负责这个协调的演出内容、安排艺人上台演出等等的工作和成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由 Tiger 啤酒赞助拉曼学院的这一个筹款广告。有在电视机上看过的朋友呢，记得留言区留言一下来暴露一下你自己的年龄吧。如果有其他观众朋友看过其他的广告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大家来一下集体的回忆。酒在马来西亚呢，一直都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因为呢，伊斯兰呢是禁酒的嘛，而所有的这个穆斯林呢都必须要遵守这一个教义。但是呢，荧光笔相信啊，没有非穆斯林在饮酒的课题上面呢，打算去干涉穆斯林的顾虑。大家更多的时候呢，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权益或者是喜好而已。那加上呢，马来西亚自建国以来呢，各种种族的创伤都因为政客的操弄而没有办法真正的痊愈。所以呢，每当提起这些敏感的课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出现更多的偏见还有矛盾。当然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这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只是一种折中的方案，是在有限的选择之下，可能是最好的那个了。马来西亚政府呢，在1995年开始禁止任何类型的酒精饮品广告呢出现在电台和电视台。那毕竟呢，有很多的研究都指出过早让孩童接触到酒精饮品的广告呢，最终会导致孩童在成年之后更容易陷入酒精成瘾的问题。所以呢，马来西亚唯二的这个酿酒厂呢，就失去了主要的广告平台。而在那个网际网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间商业公司它非常的迫切需要其他的广告平台，所以呢，我们大可以认为说他们赞助的这些义演是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一个另类广告而已。那最后呢，容我们提醒各位酒精容易上瘾，而酒精呢也是致癌物，记得要谨慎饮用。21岁以下的观众朋友不可以喝酒哦，而且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啤酒厂赞助义演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呢？那记得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大家科普到了一些关于华小的这个处境，还有这个啤酒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发展。记得理智留言，我们都是文明的马来西亚人。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对，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只需要1杯啤酒嘛，没有啦，奶茶的钱就可以支持我们走更久喽。